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掌心握两元，有财又有权的发大财首相。古代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所以也就有了后来的天圆地方的说法，也就因此衍生了一系列和天圆地方有关的理念。比如建房子的时候，由于房子是要建在地面上，就要和天圆地方形成良好的呼应，房子就要建得四四方方的，才会和天道产生呼应。再比如古代的圆形方孔钱，也是和天圆地方形成了良好的呼应。天圆地方被认为是一种天道治理，圆形方孔钱就和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大道治理达成完美的统一。这些东西的出现，任何一种都带有非常吉祥的寓意的。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中同样出现和天圆地方相仿的纹路，古人会认为拥有这样纹路的人，日后则官运亨通，财富多多。古代也将拥有类似的纹路总结成一条俗语：掌心握两元，有财又有权，在民间广为流传。其目的就是以通俗易懂的俗语的形式，让人更容易理解。接下来我们就来探索掌心握两元，有财又有权其中的奥秘。掌心握两元，有财又有权，单从字面意思就不难理解。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心拥有两种圆形的纹路，那么他的一生必将要权得权，要财来财。那么这两个圆分别指的是什么？一、宝运纹。什么是宝运纹呢？就如同我们手指肚上的斗纹一样的形状，一圈又一圈的呈螺旋状排列的纹路，也可以理解成如同月亮月晕一样的纹路。月亮有月晕产生时，月亮的外围就会形成一圈又一圈的光环。古人将这种纹路就称之为宝运纹。拥有宝运纹的人是非常少的，所以古人会认为独特的纹路的产生必将代表不同的寓意。圆形本就和天道治理的天是圆的相合，古人认为这种纹路的出现必将是大气运降临他的身上。在古代，万事万物都可用阴阳理论来评判，太阳为阳，月亮为阴，而月亮又代表是钱财，所以古人会认为拥有宝运纹的人的一生财富的积累会相当可观，其财源就如同螺旋一样，一圈又一圈的源源不断，拥有封侯拜相的福气，一生官运方面比较亨通。二、铜钱纹。铜钱纹又被称之为钱纹，就是形状如同古代铜钱一样的纹路。中国自封建王朝的创始人秦始皇统一货币以来，就一直沿用圆形方孔的设计形状。圆形方孔形状的钱币寓意相当好，暗合天圆地方。古人认为这样形状的钱币寓意非常吉利，而铜钱纹也可以理解成宝运纹的升级版。宝运纹是如同斗纹一样呈螺旋形状的纹路，而铜钱纹则是在宝运纹的基础之上，在螺旋纹的中央又增加了一个闭合的口字形的纹路。口字形的纹路在古代相学当中还有另一种叫法，观印纹。古代观印的形状就是四四方方的，从观印纹的名字我们就能猜测出它代表的大概意思，就是官运方面会比较不错。再和观印纹和环形的宝运纹配合在一起，就形成了铜钱纹。铜钱纹这种独特的纹路出现的几率就更少了，所以古人就认为拥有这样纹路的人必定是拥有大气运的人，他的一生受天圆地方这种天道治理的加持，一生中财运亨通，官运相伴，所以古人会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吉利、非常吉祥的纹路。同时，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赢在起跑线上，有些人可能在起点的时候冲劲很足，但是后期动力不足，但有些人可能起点并不高，却一直坚持，最终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人的运势表现也有类似的情况，尤其是财运上，很多人可能年轻的时候想要挣钱非常难，但是中晚年却迎来了机遇。那么50岁之后发财的手相都有哪些特点？什么样的手相会在财富上大器晚成呢？我们接着往下看。一、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至手腕横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有这种手相的人，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但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富贵会初露头角，晚年财运大增，地位节节高升，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象。二、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玉柱纹路是从上到下贯穿整个手掌的纹路。一般人能够拥有1条玉柱纹路就相当不错，而能够同时拥有2条
即一条可以直通中指，一条直通食指。那么这样的人就会拥有晚年的福报，也就是说，在50岁之后，他们的财运会越来越好。这部分人大器晚成，主要是年轻的时候，他们往往生活没有目标，做事总是不知所云，有些任性随意，因此大都一事无成，或者表现得庸庸碌碌。但是到了50岁，作为财运的分界线，这部分人似乎在思维意识上被打通了任督二脉，财富思维忽然间被提升，可以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财运就会越来越多地向他们倾斜，最终晚年福禄大增，成为人上人。3. 拇指、无名指上有斗，斗和簸箕是手指头的一种纹路表现。斗就是像年轮一样，可以呈现竖圈、闭合圆形的纹路。如果有一只手在拇指和无名指上都有斗的人，那么他们50岁之后可以获得财富的几率很大。而2只手都呈现这种手指头纹路，那么50岁之后功成名就的几率几乎是100%。这部分人他们的思维意识有一个慢慢提升的过程。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花期比较长，有些人年少得志，就是早早的开花结果，让人看到他们的能力。而拇指和无名指有斗的人，则是需要时间慢慢的给他们增加阅历和经验，等待一定的时机，厚积薄发，最终在中年之后开始走向人生的巅峰，财富运势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水涨船高，属于能力和智慧都爆发较晚的一类人。4. 小拇指上有直纹1或2条，中年财源滚滚的人手相上第一个特征就是在小拇指上出现1条或2条直纹。小拇指有1到2条直纹到达第一指节的人，我们称之为运约纹。有这种手相的人，越老越贵气，子女有成，不需要自己担心，晚年子贤孙贤，儿孙绕膝，富贵又安康。但是小拇指的直纹超过2条，也就是像理中常说的侧纹，虽然这样的人聪明，事业上有成就，但一生比较劳碌，到了晚年也闲不下来，属于赚辛苦钱，有好也有坏，建议晚年要劳逸结合，多多保重身体。5. 事业线由浅变深，也就是在线纹的起始点表现得极为浅薄，但是随着线纹的延伸深度也是不断增加，这样的一种事业线体现出了个人在工作方面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获得更为出色的工作经验以及能力。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候容易因为性格和能力的不足而出现挫折，导致自己财运极为低迷，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人脉关系以及个人的能力都会不断提升，从而让自己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成功，获得出色的财运。5. 事业线的起始点和智慧线相连，这种手相的智慧线与事业线有着同一个起点，也体现出了其人在工作方面大器晚成的特点。一般来说，这一越老越有钱的手相，代表着个人在35岁之后才能够拥有稳定的事业运势，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即便在年轻时候遭遇了一些困难，也不要气馁，只要保持成熟稳重的心态，就能够不断前行。6. 事业线和感情线相连，并超中指延伸。当事业线穿过感情线，并且和感情线的起始点相连的话，说明其人的事业运势发展前景的好坏与个人的感情有着一定的关系。特别是事业线又朝着中指根部延伸，更是说明了他们在感情没有稳定下来之前，是很难有着出色的工作成就。这样的一类人，容易因为情感而出现变故，无法让自己获得稳定的工作生活。只有情感确定或者是顺利结婚之后，他们才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一般来说，这一手相也体现出了其人容易遇到一位有着旺夫或者是旺妻运势的另一半。8. 拇指上存在斗纹，大拇指上有着漩涡一般的指纹，代表着他们少年时期运势出色。但如果其他手指上都是簸箕纹路的话，则说明他们最终能够成功，是因为年龄的增加。9. 手中多钱财纹的人，其实手中多钱财纹的人手中的财富有很多，经过自己的努力，真的能成为有钱人。其实这样的人赚钱渠道特别多，在各个方面都能让自己拥有很多钱财。日后的生活不需要为了金钱的事情感到烦恼，给家人带来很多财富，能成为家人的骄傲。遇到这样的人，肯定要好好珍惜，因为他们不仅能给你带来很多财富，也能给你事业方面提供帮助，让你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愿意照顾你。10. 手中有元宝形状的人，一个人要是手中有元宝形状的，说明了这个人的财运是很好的。
一般都能让自己存到很多钱，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能成为有钱人的。最重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有着很好的理财能力，在工作方面比很多人都要厉害，总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在求财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太多，努力之后真的能让自己手中的财富越来越多，一辈子都不缺钱花的，让周围的人感到相当羡慕。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